你打蕭旭岑從頭到尾就不是在打所謂的貪 A 錢，現在在打馬英九被身邊所有人背叛了，包含他老婆嘛？你以為大家不知道這白痴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冲康兄弟我護挺啊，正義兄弟邱毅連單隊2人，哎，辛苦了辛苦了，哎，難得戴眼鏡，基本上也換了一雙眼，可能想讓大家覺得這個知識啦，知識的力量啊。這個馬大姐常常有這個姐妹們回來嘛，那他們都喜歡跟馬英九這樣，要這個姐弟重逢。你們也知道馬姐跟馬弟感情很好，光講到這裡不就打臉了嗎？姐姐跟弟弟不熟，這句話是誰要他講出來的？金溥聰那天在辦公室誘導他講出來的。再來，馬以南發給金溥聰的聲明非常嚴厲，站在家人保護弟弟的立場，如果你不停止傷害英九，我們會立即準備向法院申請馬英九的輔助宣告，並公開你對馬前總統的瑕疵語用。比起司法檢查、起訴、審訊他幾年，不如宣告他有病，讓他可以真正退休、正常生活，這是不得已的辦法。虽然我們不願意公開他的健康情況，不過金溥聰今天全面駁斥李德維說法，堅稱並未收到相關簡訊，並要求李說明到底是誰給他這樣的訊息。金也強調自己確實曾與馬以南聯絡，但僅限於電話方式，並且已是好幾年前，根本沒收到所謂簡訊，也沒有 Line、Email、WhatsApp 等通訊軟體聯繫記錄，這些都可以由聯通記錄證明。這個事情金溥聰要告人，對不對？啊，馬以南透過律師說明，願意到法院釐清真相。這個錄影的時間是28號的下午錄影，所以他一定知道馬以南已經出來說我會上法院，所以他一定知道這個簡訊內容，他也一定知道馬以南我會上法院。那我們就來看，如果馬以南都講到這個，那請問你金溥聰要怎麼回？你們不在一起，我記得你們有講到分區，沒有這樣，絕對沒有這樣講。那有人是刻意用這個標，其實這段時間我遭受這個標題扭曲，或者是標題扭曲是小事了哈，你憑空捏造事實再來攻擊的更多了哈。金溥聰的這個樣態，他說他們沒有住在一起，沒有住在一起講分居，對還不對？沒有住在一起，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不就是分居的？對，另一種說法。大家說他住在隔壁門，這臭逼，對不對？真的可以這樣子凹嗎？啊，你去曝光人家這種居住的狀況要幹嘛？有必要嗎？你自己先說的，不然你這麼說會有這個標題嗎？所以我就覺得很不好意思哈，因為一出來哈，我就覺得自己講的不夠清楚。如果主持人問一個問題，這個答復的人讓人家誤會是主持人的問題，我這樣講實話沒有問題。什麼時候這麼謙卑了？還得是自己人吶，像那個就叫住在一起嘛。而且我也很多時候還兩戶生活還打通的也有嘛，就這樣的意思了。自己幫忙說2戶打通，他不是前一天說住隔壁，然後趙少康自己說2戶打通啊，這2戶有打通嗎？如果2戶有打通，幹嘛2個門？最簡單的是都不用敲房門嘛，拍一拍隔壁床。第二，住不同房間，敲敲房門。結果呢，馬英九是怎樣？去對門敲敲，結果周美青不在家。這是對馬英九生活的一種洩露。這個是整個蕭旭岑案的重點嗎？你就是故意去提這個，要去攻擊周美青。現在不是馬家人嘛？不然廖繼斌怎麼會去講那些東西？廖繼斌是把周美青趕出馬家，哪裡不是重點啊？膿包可以騎，那包不住的膿水呢？金溥聰就是膿水包都包不住，打擊你的合理性，怎麼打擊？哦，周美青沒有跟馬英九住在一起，所以周美青沒有資格代替馬英九發言，所以周美青替蕭旭岑作證保駕，因為周美青委託給馬以南，馬以南那封聲明就是意思就是說，蕭旭岑跟王光石非常辛苦，我們很謝謝你，就是替蕭旭岑的親牌來保證。這是環環相透的，真的，這絕對不是我的本意。我一時這個口誤啊，或者是口齒沒有解釋清楚，造成這樣，我很遺憾。那天重點不在這裡，重點是說，因為媒體有說馬大姐到法院去，馬上洗說重點不在這裡，他在削弱周美青的代表性嘛。去法院查，法院說要當事人才能查，所以馬英九親自跟法院通了電話，一查他們就說誰去的，他們說馬以南，就這樣。那他為什麼講這個？他們現在在說馬以南說謊，又在打擊馬家人的正當性，但是這裡面沒有交代任何的時間。時間在哪裡？什麼時候？馬以南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下說他沒去，或者怎麼樣？馬以南說的沒去，會不會是他自己沒去？他是委託律師去，還是怎麼樣？我們不知道，因為這裡面沒有任何的內容，你知道嗎？但當然，我們知道的是馬以南確實提出了申請，而馬以南的申請是誰在背後做出共同決定的？是有周美青親自授權的。周美青是說已經委請馬以南女士擔任主要的執行者，對外面也是這個馬以南，所以基本上周美青是委託馬以南，並不是周美青跟馬以南一起到法院去。其實這哪是什麼問題啊？因為馬以南是負責地檢，王光慈的聲明他們故意不看，王光慈的7點聲明，王光慈7點聲明第6點。去年10月7號，馬前總統夫人周美青女士、馬前總統大姐馬以南女士和馬前總統女兒馬維中女士到醫院和醫生開會。隔日，馬夫人透過隨扈指示，昨日與醫生的會議中，
醫生已經表示馬前總統不適合再參加公開場合，因此除了11月1日已答應不便取消國民黨主席就任活動外，即奉夫人指示不再安排馬前總統出席公開活動，相關物證都已於3人小組約談時提供。他們去跟醫生開會，這個都是一個醫療的決定，因為要提出這個所謂的輔助宣告，那個是需要醫療證明，必須醫師開立的專業醫療證明。是誰在負責處理醫師的這一端的？是周美青、馬以南跟馬維中一起處理的。所以他們現在是想要說，馬夫人周美青不是馬家人，馬大姐馬以南不是馬家人，馬維中也不是馬家人，也不是馬家人。那誰是馬家人呢？我金溥中啦，這樣嗎？你可以，要不然你就告王光慈，他如果講的是假的，你可以告他虛假聲明。為什麼不看這個聲明呢？那2個聲明為什麼不連這個一起看呢？這聲明出來幾天啦？這次的都很趕哦，就是捏造新聞。來，他說這些叫捏造新聞，但事實上這是什麼？這是針對他的內容進行實質解讀。誰捏造？他想法就這樣：第一個，我要牢牢掌控新聞話語權跟解釋權；第二，但凡誰敢跟我說不一樣，我就告死他。以前在當國安會秘書長的時候，那他還可以動用國家機器啊。那現在問題是什麼？現在第一，媒體也不為他所掌控，一切都是綠媒，綠媒完全不幫他忙，綠媒是全打，好，就又打蕭旭岑，也打趙少康，也打金溥中，誰都打，好，打馬英九，好，綠媒是各種打，好，反正他們什麼都能打，打馬以南什麼都能打。所以現在綠媒不為他掌控啊，綠媒也被他借力。然後呢，現在新媒體他完全跟不上他速度，所以他就說人家是捏造型。他還在看報紙。我想老百姓眼睛是雪亮。既然講老百姓眼睛雪亮的，那大家对你骂声一片，你怎么講？這2個人越來越小人。現代李連英，趙少康一直說媒體平衡，那明天會請蕭王來專訪嗎？趙會說請不到蕭王。趙別裝傻嘛，大姐目前不說太明是還想平和處理。周美青跟馬大姐態度這麼清楚了，還能吵了？我操，這頻率老趙真是不遺餘力啊！看完整場子以後，還是同意楊渡二葡操控失智，可惡至極。世界第一聰明人的老趙，2天的採訪一直在兜圈，到關鍵問題就蜻蜓點水。目前都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蕭王有事，是不是還停留在揣測和懷疑的階段？2. 既然馬未完全失智，是否可以接受專訪來打消支持者疑慮？3. 如果周不希望馬露面，今是否知道不希望的原因？是否與失智有關？4. 馬是否有暴力傾向？金和基金會是否拿出充分的證據？絕無此事。5. 基金會的董事為什麼沒有開會？他們是否與金馬有分歧？是否有過溝通？溝通的結果如何？原來是小年夜前回來，後來打算說，那因為我玩得蠻開心，就說機票再演一演哈，再回來。結果就接收到了電話，叫我們要回來。我就問說，是誰要我回來？他們說這是馬總統。他就找到我以前基金會同他們只有我的 line 哈，也有我的電話，但我電話不能用嘛，在國外。他就打來說找了好幾天了哈，然後我就問他說什麼事，他說這個馬總統需要我盡快跟他見面哈。那還加了一句，不要告訴基金會的人。很搞笑，這個叫什麼？這個大陸說法叫疊假。我就覺得不太像馬英九，他有很高的不安全感的味道。他說我們這次一定要一擊成功。他現在意思是說是馬英九要翻這個全場。那所以大家還商量了一下，就說而且說是高華柱在場哦。那為什麼高華柱後來失蹤了呢？如果這件事情是這樣的話，那高華柱出來作證不就好了？24號，好，為什麼選25號開記者會？那是快過年了嘛，哈，等過完年，那正好高華柱講說他24號這個跟蕭旭岑有約，那高華柱就講說，他就約這個蕭旭岑說25號一起早上去團拜，一起去。那我們都講好了，那個王光慈也會來辦公室嘛，那總統就準備好他的解職令，就可以拿出來這樣。一擊成功的意思是過完年直接偷襲人家，拿出解職令，叫人家去滾蛋。哇！你過年前收到這個，等於說你什麼都沒調查啊！哇，不講還好，越講越慘呢。他過年期間馬英九只有懷疑，請問整個過年你怎麼調查的？基金會也沒上班，你資料怎麼調？馬英九自己去搬磚嗎？馬英九自己去開電腦嗎？整個過年你去哪裡調資料？你告訴我。而且整個基金會過年誰在那邊能夠幫你查的？那你這不是非法解職嗎？你這勞基法你罰死，我告訴你啊！而且執行長這種東西是寫在人團那邊登記的，大家知道嗎？是寫在人民團體登記的，那必須要透過董事會的合法就是董事會開完會之後才能叫執行長離職哦。所以這有違反人團法，每個動作都違法，勞基法也違反，人團法也違反，你到底要違反多少法？根據財團法第21條或相關特別法規定，財團法人、經理人、執行長的任免屬於董事會的專屬職權，
必須有過半數董事的初期董事過半數或章程規定或的更高門檻同意才能決議。董事長逾越越權行為。董事長雖然對外代表基金會，但對內只是董事會的主席。董事長個人沒有權利單方面決定執行長的去留。名義上的首席執行長，但實質上他是屬於一般員工。好，那來你看，一般員工與基金會之間屬於勞雇關係，完全適用勞基法。董事會要在過年期間進行開除員工，必須同時滿足內部程序、外部法律兩大關卡。一、內部程序瑕疵，不合公司基金會規定。多數基金會或企業的工作規則或核心決策決限表都會規定。懲戒解雇員工需要經過人事評議委員會人評會的審查，或需呈報一定成績。董事長一人在過年期間直接下令，若違反了內部公告過的工作規則程序，該開除處分在公司內部程序上即屬違法。開除員工必須符合以下兩種法律事由之一。情況 A， 如果是直接開除不給之前，必須符合勞基法第12條的法定事由，例如對老闆施暴重大侮辱、故意損耗財物、無正當理由連續曠工3天，或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我還是好奇哦，你到底過去這幾年就從這得罪了多少人？你要我講的話，應該講說我在做新聞處長開始啊，就已經開始得罪記者就得罪了。現在有些老記者大概都心中還有一些疙瘩啊，開始賣慘呢。這跟這個案情有什麼關係啊？我的天哪！所以我有個外號叫5年級殺手啊，他們給我取的。所以剛好是啊，剛好5年級不是嗎？5年級殺手啊，就是瞧不起他們啊。對，鄭麗文、蕭旭成剛好是他的狩獵區間。哇塞，蕭旭成可憐到什麼程度？還在住在淡水啊，每天坐捷運上下班啊。你有看過那麼窮的國民黨副主席嗎？要或者说你在台面上跟台下都不一樣啊，在這個台面上殺氣很重的樣子，台下都是您跟我在台下這麼多年，但是我開會有時候笑的時候，他們講說我越笑越可怕這樣。很享受啊，他享受主宰他人的命運啊。因為你現在剛好要處理這個事情，大家就有仇報仇，有冤報冤，通通下來了嘛。其實我們跟金溥聰有任何冤仇嗎？沒有。我甚至都不在政治圈裡面。他把所有對金溥聰荒腔走板事情看不下去的正義人士、講公道話的人，通通打成所謂的跟金溥聰有個人恩怨的人士。那怎麼會講說，我怎麼會報仇？你想想看，我為了這個蕭旭成一路在替他尋工作，一路在挺他這個失落的時候，都是他的功勞。真的，我跟你講啊，邱毅老師講的這是100%命中，什麼都是你的功勞。邱毅打假也是他的功勞，邱毅打詐也是他的功勞，邱毅打貪腐也是他的功勞。這哪是訪問啊？這個叫做互相做球帶風向。看了10幾分鐘，到現在不就這個邏輯？所以這居然是同一個犯罪團伙嘛？兩個啦，第一個你提拔年輕人是好事，但是稍微原來的所謂既得利益者就受到影響，而且他們年紀資深都比他们。意思是說他們得罪既得利益者，所以才會被那麼多人反對。你們才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好嗎？而且你們提拔年輕人是為什麼？不是你真的愛這個年輕人啊，你是要用你自己的勢力擁躉你自己呀，你要創造你自己的派系跟幫派，不是嗎？比如說四叉貓當時，所以第一趴完全歪樓，講了老半天，關鍵訊息沒講到半個，因為他的標題叫蕭旭成收台商100萬款，講了半集講不到，提拔了誰？為什麼他會被攻擊？為什麼發現這個？我跟你講，典型的新聞手法，因為這一題洗不動，開場如果洗就爆。先得把自己洗得很可憐、很辛苦、很偉大、很委屈，然後再來處理馬以南這一。然後馬以南的圖一定要怎麼樣？兇巴巴。馬大姐都幾歲人了？這個幾年前的馬大姐啊，現在馬大姐和藹可親的要死啊。那馬大姐為什麼以前比較嚴肅呢？長姐如母嘛。這時候開場，所以這是做好準備的。我跟你講，我們一個一個拆解他的這個手法。你會感受到極其噁心。馬英九就說，他現在沒有收到法院的通知，如果出庭，他願意提供證據，提供什麼證據？到底怎麼回事？這就是這一次處理這個，我發現很詭異的事情。每個都說願意上法庭，哈，那我們以過去的經驗，這都是對方應該是不敢上法庭的，但這次每個都敢。為什麼這次每個都敢？你太過分了嘛！他還想，你看金溥聰想要帶風向，結果趙少康沒有簽套好。哎，金溥聰本來想講什麼？他意思要把訊息跟通話模糊嘛？因為講的是傳送訊息嘛。可是他傳送訊息都是最近的事嘛，對不對？因為要傳這個所謂宣告、輔助宣告的這個事情，所以他不可能是去扯以前歷史。我大概在3月多的時候在家裡，他打我戶內電話，我接起來一次，他說我是馬以南，哎，我說馬大姐好，他開始給我講不到2分鐘，他說你是不是都在糊弄馬英九？我一聽我說馬大姐不可以這樣講話哈，因為我那早上起來火氣很大，我說我就不要跟你談了，我就把他掛了。3個月前。就是2月底的時候，現在是5月底。2月底的時候，已經把蕭旭成、王宏池幹掉。你看，10月27號，去年
這件是什麼意思？這件是代表說王光石跟蕭旭岑始終奉馬夫人周美青、馬大姐馬以南、馬的千金為宗，他們的指示在工作。好，來，大家還記得嗎？基金會的反駁三人小組的那場基金會裡面，是不是有那個小蔡說王光石要收買他？就這一張。好，來，這張我幫你放大哈。這個是115年2月16號退回了之後，王光石給小蔡績效獎金，收買小蔡人心，小蔡主動交出。所以你看哦，年終獎金有沒有？什麼時候發年終獎金？2月16號發年終獎金，所以他們才會發生什麼？把115年度的賬拿來殺人，但是116年度1月才要登記這個賬，因為現金在115年發嘛。大家聽得懂嗎？這個小蔡是誰？這個小蔡就是被這個開除的水戶，因為他霸凌人家。那請問這算不算挾怨報復？請問你前後文調查清楚了沒有？為什麼都沒有人去抓這個？所以代表着就是你就是拿了一個小蔡，可能是挾怨報復的，但事實上王光石是秉公處理，因為什麼叫職場霸凌？2次約詢相關人和其他人士，代表王光石做了充分處理了，變成口中所謂的收買小蔡人心，人家已經從寬處理了，結果還要惡人先告狀，我都不知道這些人到底是持什麼良心點啊？為什麼要保護這個姓蔡的呢？這姓蔡的最知道來龍去脈啊！是他讓馬英九認為說王光石暗中幹了很多壞事，是馬英九自己不知道，因為馬英九搞不清楚了嘛。王光石很可能保留這個阿蔡的面子，這個小蔡的面子，所以也沒跟馬英九報告說這個人在霸凌人家嘛。3月的時候跟這個事情無關。再來就是我沒有跟他有，然後他說跟這個事情無關了，他輕輕鬆鬆把這個撇掉了。但問題這個事情怎麼來的？怎麼會無關？開口又說感謝他為馬前總統提的這個服務，所以在2月16號發放了這個年終金。所以才有這個，然後這小蔡就拿這個年終金跟他前面代管，因為當時可能會被這個搜索的可能性的那一筆所謂馬英九內部的現金流，去指稱說王光石有吞錢。如果王光石要吞錢，他把錢放自己家裡就好，要放他那邊幹嘛？他可以放自己家人家裡，為什麼放他那邊？當然是要避嫌嘛。2月16是除夕夜，但是這個案件爆發是什麼時候？他1月23號就離職，然後接着從1月23號到2月15號小年夜聯絡上金溥聰嘛，所以金溥聰回來了嘛，這時間序不是完全就對上了嘛？因為他1月23號中間他說聯絡了一段時間嘛，就這樣啊。到了2月16號除夕，然後就密謀要幹掉蕭旭岑跟王光石，所以過完年之後一開春，新春團拜當天發難，把人做掉，這叫什麼呢？出刀斷手封喉，一滴血不流。你假設如果今天進了法院，是不是立刻就解決了？一翻两瞪眼，一翻两瞪眼嘛，所以就讓他講就來啊，對不對？怎麼倒過來了呢？你說要告人的耶，怎麼倒過來變成馬大姐得告你啊？馬大姐意思是什麼？你如果不認，你就來告我，你告李德偉，我會上法院的。是你指控李德偉說要造假的啊？現在這是什麼意思？他現在不告了嗎？沒有，馬大姐這邊那天一個例子我來講，我不是在這個中招馬大姐，因為我們那時候很緊張。什麼時候很緊張？到底馬大姐還是誰？到底誰去？結果就找馬大姐，結果說馬大姐回到美國，馬總統就在我們幾個人着急的周圍之下打了電話到給馬大姐，就馬大姐就總統問他就說沒有啊，那總統就掛掉了。所以這是一個完整的對話嗎？沒有，然後馬英九就掛掉了，根本就不知道前後文是什麼，會不會有時間差？而且我跟你講，從簡訊內容來判斷非常清楚，這絕對是在這件事情要發動之前最後的警告。當然，如果馬大姐第一時間說沒有，然後被他抓到這個小辮子，那肯定要被他無限放大。所以他現在就意思說馬大姐不可信，他要把馬大姐開除馬家籍了。到底當時是怎麼對話的？是怎麼問的？以馬英九現在狀況都不能上專訪了，他有辦法清楚問馬大姐什麼東西嗎？奇怪，你不覺得這個很好笑嗎？前面用的都是原文，這邊突然用刪減版。這個字是很多是不是啦？陳時中做圖卡糊弄人，他現在在抹黑說是馬大姐單方面去提的，周美青不知道。大家一直但前面又在切割周美青，要馬總統趕快找到美青姐，要問他就是要這件事情嘛。好這麼多天了，馬英九找不到周美青嗎？現在怎樣？周美青住在非洲還是說周美青住在深海，在大鳳梨裡啊？你與其你花時間上媒體，周美青就住在馬英九的對門，難道周美青一整天都不見人影嗎？有多少錢吞到了王光石、蕭旭岑的手上？到現在不知道。這是一場沒有數額的貪污案，這是一場沒有數額的 A 錢案。
甚至都不能叫貪污嘛，因為他事實上是侵占，這很可笑，你知道嗎？到現在到底蕭旭岑 A 了多少錢，王光石 A 了多少錢，講出來嘛，查多久了講出來嘛，賬都在基金會，會議記錄都在基金會，調查報告也在基金會了。家人不管，我說那我就不必多話，我從過去到現在都是這樣，就是只要牽涉到馬總統家人的事，我一向通通都是不參與。我覺得我不下來，我看到的馬英九就是他有不但是這個所謂健康惡化的危險，他都覺得他健康惡化了，你都知道了。他更有將來負法律責任的危險，會什麼樣的法律責任？會被他們害，因為他們那種說法就變成做什麼事情都是馬英九同意的，他忘記了。那如果真的馬英九是忘記了，那未來法院判也判不下去啊，因為他的他都失憶了，你要怎麼判他？也是，你逼到沒有按照程序當天滾蛋了，你還想怎麼樣啊？好，馬太跟我這個講說，盡量不要讓他出来露面，所以他們每次馬總統說我要出來，都被我擋下來的。好，我說美琴姐說你不要出來露面，盡量少出來露面。他說你聽他的，聽我的。他老婆叫他不要出來，那你為什麼認同？因為馬英九生病了，你都認同馬英九生病了，然後呢，馬英九繼續講，你現在變主要照顧者，你當然要阻止他啊！你又要當主要照顧者，你要在那邊把馬英九當正常，你又知道馬英九生病，你又知道馬英九過1-2年就做不了事了，從頭到尾沒有一個邏輯是完整的、哦，我的天哪！哎呦，而且還一直挑撥離間。都周美青叫你不要出來，都叫你不要出來，不是周美青叫你不要出來，是醫生叫你不要出來。2026年1月7號，他拿起來，對不對？120萬現金，是從114年12月到115年1月，王岐山120萬現金叫該投人包括，代表他在轉移這個現金嘛？保存的，因為他怕將來有問題，所以拍照存證。那這個鈔票就那個同仁去拍的，我知道同仁自己嘛，自己拍的，那同仁要離職了。這就是這個蔡先生啊。那就說給這個同仁的，給小蔡的獎金，那這是新鈔對不对？對，就跟這個舊鈔是不一樣。你上次是被提出來的嘛，對不對？對。好，那這個是一個當然我們好奇的哈。所以代表什麼？你們根本就搞錯全堆了嘛，數字也都不上，新舊鈔也都不上，那怎麼把它搞在一起呢？殺紅了眼嘛。這為什麼一定要不存到馬總統既然說公用，你就應該存到入賬，對不對？基金會的賬裡。那你基金會的賬，其實每個月的賬的時候，財務報表，執行長、財務長都要簽字的。財務長就是王光石，執行長就是蕭旭岑。是2024年禮遇結束之後，哈，有很多企業要捐錢，不願意這個泄露姓名嘛，無名氏可以的嘛？無名氏能夠直接捐款，問題是你還是要開立啊，不然他錢怎麼走賬？因為你錄了，你無名氏是在你基金會端登記是無名氏啊，但是你在走這個錢的時候，如果你是走公賬的話，你走匯款路線的話，那怎麼會是無名氏呢？人家就不要有痕跡啊。所以那最簡單嘛，那馬英九就全部拒絕就好了。既然企業主堅持不入公賬，馬英九幹嘛收呢？這代表什麼？這代表說不入公賬的做法，這是大家行之有年都知道的。通常人必須掌握捐款人的真實身份，或至少有可追溯的聯繫方式、匯款賬戶流向。這是為了符合洗錢防治法與主管機關對財團法人財務查核的要求，避免匿名捐款成為非法洗錢的管道。人家就不要捐款收據，你就是規範就是要捐款收據。所以為什麼要照相？就是如果都沒有收據，照個相作為這個證據，因為有時候是台商協會，通常是一群台商給會長來送，會長要把這全傳回去，說，我作為會長，我捐回去了，不然在明面上，在基金的公賬上，他啥都不留的，他只有那張照片。再來一個呢，他就講說他們是2024年開始，這個因為禮遇到了，他都找一些理由，就是因為寫新聞大概都要一個 story 嘛，他找理由，他說2024年開始，因為禮遇到了還沒存，可你那張照片是2023年的，對，這張照片，2023年10月啊，對呀，就2024年禮遇到了，不然要怎麼樣啊？什麼叫2024年禮遇到了？馬英九總統什麼時候卸任？2016年5月20號，所以禮遇到什麼時候？2024年的5月20號啊，所以下半年要斷炊是不是？禮遇就是什麼？就是他卸任之後的8年嘛。他是5月20號卸任的嘛，所以往後8年不就是2024年的5月20號？禮遇不就結束了嗎？那5月20，那2024年下半年都沒有捐款，不要斷炊，吃西北風啊？難道不要2023年早點準備嗎？一個基金會這麼大，至少20個人吧，那你就每天的運作經費加一加，水電瓦斯不用錢，不用先存一點錢出來。300多萬，你既然通通都要用於公務，你為什麼不入公賬？那你說用於馬英九的事啊？不是你前面自己回答了，人家說匿名，你寫了真笑私人存折跟賬簿，我們都拿出來看過啊。他每個月固定領你10萬到20萬，就這錢沒有入他的私賬，並沒有嘛？沒有嘛？啊，為什麼不入他的私賬？因為人家就不要留存記錄。你如果這時候入人家私賬，那就叫做贈與啊！不管入基金會還是入馬英九個人，丟到銀行賬戶裡面就是要入賬。
是在鬼打牆什麼？我的天哪，這種事到底人家捐款就不想被民進黨追殺嗎？這個錢的問題就充滿了疑雲了。好吧，這是一個捧現金嘛，對不對？但是他們有找這個相片啊，後來說馬英九也跟這個韓會長照了相啊，就互登禮物啊，就表示是他知道啊，這怎麼會不知道捐錢呢？那一天的餐會我後來去查了哈，我都会去查。所以幹嘛什麼？他們又在第二個倒菜得了。他們拿了另外一個活動來說，你看這個活動沒？或許有幾次忘了，但是你會挑嘛？你就挑对你來講最重要的地方，你就撒謊嘛，對不對？然後他就主觀咬定人家撒謊。這個是一個很平常的犯罪手法。哇，你有沒有證據啊？對不对？就對方有機可乘的時候，他就是抓住這個機會啊，這是一個不得不令人懷疑的地方。什麼叫忘了？他就是不分青紅皂白，你哪知道他忘了哪一年的事情啊？过来推蓝白河嘛，对。所以你那個時候馬英九情況到底怎樣？我不清楚，因為他那時間把我封鎖，我們見不到馬了。為什麼馬英九當時要封鎖他？如果他認為馬英九當時是清醒的，馬英九為什麼要封鎖他？馬英九清醒的時候封鎖你，不清醒的時候才把你叫回去。可見馬英九對你多大的這戒心啊！鄭麗文有發，對，就是要抓鄭麗文嘛。要談話了，他說，因為我們說為什麼要拿着錢拍照，然後把板子趕快照回去，因為太快把鄭麗文丟出來。說要怎麼樣至上，怕人家覺得不合理，他現在又出來跳鄭麗文，終於就是要逮鄭麗文，心心念念鄭麗文，天天都打鄭麗文，吃飯睡覺打麗文，我失智了打麗文。啊，對不對？我沒錢了，打麗文；我要收視，打麗文；我發表新書，請麗文。在大陸，也許跟其他台商驕傲，說你看我能夠捐錢給馬英九，那我說也許跟北京交代嘛，就是你看我也做了。要北京的，這個無限擴大了啊，無限擴大。我們那天有侮辱台商沒有啊？完全沒有。我們台商我很尊敬台商的哦，但是跟台商為敵，我就沒有跟台商為敵啊。這個非常可能的推測就是，他們都知道這些都是失智的徵兆。他们就把這些東西捏造出來，他的結果，這是一個長期的布局了。我還是那句話，你們不能欺騙他，不能欺負他，因為他是這樣提拔你們。他生氣起來就講，他後來跟我講，就說我為什麼說他惡化這麼快，是因為他跟我講，他在這個2月以前的時候，就是從覺得他們1年前覺得他們有問題，他說他半夜常常醒來暗自落淚啊。他這個講法就是這個馬家人說謊了，他所有的指控都建基在馬家人的判讀是錯誤的，馬家人在說謊。所以，不，當然，我覺得這個也因為有不少人認為了，說馬英九這些事就不要拿到社會來討論啊。為什麼？因為說讓他體面的。靠，你討論完了，還這不要拿來社會討論？但是我不贊成這種講法啊，因為大部分人這種講法，為什麼不這種講？讓我講啊，雷根也是失智啊，雷根有沒有隱藏他失智？沒有嘛，就是如果是什麼病就什麼病，就是了，又怎樣？所以馬英九是不是叫趙英九啊？每個人面對生病這件事情，可以有自己的處理方法吧？啊，家人就不想高調，為什麼要逼人家高調？馬英九當然在意他的這個形象的啊，這不是就講到了，馬英九就是在意自己的形象，所以他才不要讓人家知道他怎樣。我今天也講了，一個朋友在勸我的時候，他們都在講，我說我也壓力很大，不是只有大家壓力大。我半夜3點醒來的時候，半夜3點醒來的時候看到歷史哥還在直播，嗨，馬英九堅持要放上一句話，這兩個人從此不代表本基金會跟馬英九本人，甚至他已經在這個聲明發出之前就透過人跟大陸講。好，這更有趣了。發聲明之前就跟大陸講，結果政協會蕭旭晨坐第一排。我太太就講，今天事情會搞到這樣哈。第一，還很早跟我講，你注定是打敗的哈。我說，就算敗了也得出來了。現在開始替自己找台階下。如果金跟趙知道這件事情，知道病例的時間，遠比這件事曝光了還要早。就代表他們在很久以前就開始進行這個謀劃。我不知道，我只是提出這個疑問。